沈氏一族抄家流放，怒海岛永世不得反击。怒海岛那是死地呀、上了岛的全喂鱼了，连淡水都没有，撑不过3天呐！什么？流放？怒海岛？我操！这特妈是顶级赶海圣地！老子上辈子是远洋船长，5岁摸古力，10岁变潮汐，18岁下深海抓龙虾。海岛那是我的主场。阿托，你别瞎颠，你别是吓疯了！你别说了。一想到那鬼地方风刮的人脸生疼，太阳晒的人脱皮，还有漫山遍野的毒蛇随虫，我这心就跟被刀剜了似的。爹，咱们赶紧走吧！快走快走，老子的好日子要来了。无房，无粮，无水，好自为之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鬼地方连棵草都不长，半点活物都看不见。分粮，现在就分！今晚吃顿饱的，死也做个饱死鬼！不能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今晚都熬不过去，留着粮给你陪葬啊！这岛上除了石头就是石头，石头要是能吃，俺当场生吞3块。阿托，听三叔一句劝，你一个京城少爷，哪懂海上的事儿啊？分粮，好歹做个饱死鬼。这叫海义。你们说这岛上除了石头就是石头，睁眼看清楚，这石头里全是鲜香的肉。咦，黏糊糊黑漆漆的，看着就恶心，吃不得拉死。我在京城好歹吃过山珍海味，这东西看一眼就想吐。沈少爷别拿我们寻开心，听见没？大伙儿都说恶心，你要是敢吃一口，我赵彪叫你爷爷。鲜，比京城醉仙楼10两银子一盘的鲍鱼还鲜。这海蛎晒不死泡不烂，长一层接一层，比粮食还稳当。你说它恶心？这东西顶得上3个鸡蛋，跑船的靠它漂1个月都死不了。不信？天哪，比肉还鲜，比蟹黄还香！我这张破嘴该打！你干嘛？俺说话算话，石头就不生吞了，给你磕3个响头认大哥。阿腾，我赵彪有眼不识泰山。从今往后，你说往东，我不往西。这海蛎不，这龙肉够咱们吃1辈子了。赵彪，我问你，你怀里那袋高粱捂了多久了？官家发的，是粮就能吃。这味儿都发绿了，这都长毛了，吃不得拉死人，发霉也是粮。阿托，三叔说句公道话，海蛎今天翘了，明天未必有，万一下雨刮风怎么办？高粱虽霉，好歹是粮。你年轻，不知道什么叫留后路。你扒我衣服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好好的衣服给撕了，不知道，但看这架势，不像是乱来。我还当什么神仙手段呢？拿衣服抓鱼，你当鱼是傻子？海蛎壳磨碎是药，内脏捣烂是饵，礁石底下是天然鱼窝，衣服改一改就是渔网，这就叫海。你以为撬海蛎就是全部了？这东西发霉潮毛，吃了上吐下泻，荒岛上拉3天肚子，不用海盗来自己先死光，这叫粮，这叫毒药。三叔，分这种毒药粮稳在哪儿？后路就是我刚抓的鱼，礁石上取不尽的海蛎，晒干能存1个月的海蛎干。今天这5条鱼够全族吃一顿，明天我教你们做渔网、认鱼窝、晒鱼干。规矩第1条，粮食听我的，你们还不认识这片海，不认识就听话。
等学会了，我第一个不管。阿拓，老朽活了50年，只知道地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不知道海里也有粮。老朽服了。从今往后，岛上一切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都看见没？我哥这双手，海蛎壳能当药，肉能当饵，破衣服能当网。那袋破梅米谁爱吃谁吃，老子吃鱼。哥，我赵彪服了，以后你的规矩就是我赵彪的规矩。从今日起，全族听阿拓调遣，违令者逐出宗族。怎么突然变天了？刚才还好好的，连个棚子都没有，今晚怎么过呀？阿拓，怎么办？这风不对，我在这活了半辈子没见过这种风。是台风，3个时辰之内必定登岛。啊，哥，台风？你说来就来啊！刚才还出太阳呢，你咋看出来的？阿德，三叔说句公道话，你抓鱼确实有一手，三叔服。但天要刮风下雨，你又不是龙王庙里的菩萨，说台风就台风，风都没刮大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吓坏了大伙儿。看鸟，海鸟往山里逃，是气压骤降，它们耳朵疼；浪头乱撞，是海底暗流被台风外围搅动了。等你感觉到风大，已经晚了。信我的，跟我走；不信的，留在这里等死。还站着干嘛？走啊！三叔，别杵着了！我哥说有台风，肯定有台风。他说的哪件事没准过？等台风真来了再说，真来了再说。太神了，外头跟地狱似的，里头一点风都不透啊！多亏阿拓知道这个洞，不然咱们早喂鱼了。都看见没？我哥这双手能找洞，能看天，能抓鱼，能止血。以后谁再敢说一个不字，先问问我赵彪答不答应。船，有一艘大船搁浅了。别过来！船上的货你们不能动！你都快渴死了还横！我们几十号人还抢你破船！谁敢动我跟他拼了！淡水，真是淡水！我以为要渴死在这鬼地方了。船撞了暗礁，底舱漏了，没有船务，没有工匠，半辈子身家全完了。没事，小事，交给我。哥，咱别逞能啊！你是沈家少爷，哪碰过修船这粗活？沈先生好意心领了。裂缝在水下，没船务，没龙骨撑，根本修不了。我跑了20年海，这是老师傅才懂的手艺。一个流放犯，连船桨都没摸过，就敢说修船？我们周掌柜都修不了，你能修？纵向裂的，左舷装货太重，被横浪扭的，麻丝拌桐油，外加2道铁箍，水压自封。你们只会跑船，不懂造船，所以修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确实为了躲台风，把货全挪左边了。这事只有船上人知道。沈先生，不，沈大师，是我周某狗眼看人低。这条船您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修好了，条件您开。半天，修好。神了，真神了！这手艺比海港老船工还厉害。老船工干这手得3天，您半天就完了。沈先生，您这双手是神仙手啊！精米，白花花的精米，哥，咱们有精米吃了，这辈子没这么富过。大恩不言谢。往后这条航线上的船主都知道怒海岛有沈先生，这地方不是死地，是宝贝。不用宣传，下次带铁钉、麻绳、工具、废木料来，比银子有用。沈先生是干大事的人，别人要银子，您要家当。我记下了。
下次整船给你拉过来。哥，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要，要那些破铜烂铁干啥？铁钉能当饭吃？这地方你上哪儿花银子？铁钉修船，麻绳织网，木料盖房子，这些东西能给我们一个自由自在的家。我懂了，哥，你不是要做买卖，你是要建一座城。哥，海面上有船，1艘、2艘、3艘，好几艘都朝咱们这儿来了。请问哪位是沈托沈先生？我听周掌柜说的，绕了2天海路来的，船漏了，撑不住了。哎，我先来的，先修我的，我船进水跟筛子似的，我骑不骑的？跟筛子似的。哥，以前咱们求着人家停，人家绕道走，现在倒过来，人家抢着来。这才几天啊，咱们这儿成港口了，以后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按顺序来，先到先修，后到的等。修船费半袋米10斤盐，或者等价铁钉工具。补淡水也一样按规矩来。没问题，全听沈先生的。我带了1船工具，铁钉10箱，麻绳8捆。沈先生先修我的。坏了，官军来了，不会是来抓咱们私自交易的吧？谁是沈拓？流放罪民，竟敢私自与商船交易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们是流放犯不假，但凭手艺吃饭，没偷没抢。大人息怒，是我们主动找上门的。沈先生救了我们整条船。是啊，大人，沈先生在这儿修船补水避台风，是我们的大恩人呐。你真会修船，我们军营3艘巡逻船底舱漏水，修了半个月没修好。你要是能修，能修，但我有条件。你一个罪民，还敢跟我讲条件？修好3艘船，换我们沈家在岛上自由取水、砍柴、修船，你们不得随意干涉，不然修不了。好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修好了，条件你说了算；修不好，新账旧账一起算，欺官之罪，罪加1等。好家伙，一点不漏，跑起来比新船还稳当。沈拓，你这手艺比我们营里船工强10倍不止。这是通行腰牌，以后你们沈家正常营生，没人敢找麻烦。我回去上报千户，你们这补给点对水师有大用。阿拓，我们不用像犯人一样躲着过日子了，老天开眼了。都听见没？咱们是正经百姓了，不是罪民了。全县岛，谁敢再叫咱们罪民，我一定不饶他。有件事提醒你，黑沙帮海盗最近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，他们盯上补给点不是1天2天了，你小心点。黑沙帮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，抢了船还把人扔海里喂鱼。咱们才几10个人，老的小的小，怎么打？这不是等死吗？哥，要不把东西藏山里躲一阵子，海盗找不到东西，说不定就走了。阿腾，黑沙帮大当家刀疤脸杀过几百人，咱们惹不起，赶紧躲吧。躲不掉，他们要的不是粮食，是这座岛。进岛只有1条航道，两边全是暗礁，船再多没用，一次最多进2艘。天然关卡，易守难攻。沙滩埋陷坑，礁石藏鱼油，等他们进海峡，火攻封退路，瓮中捉鳖。等等，哥，鱼油哪儿来的鱼油？哥，
这黏糊糊、臭烘烘的，能烧？别到时候火没烧着海盗，先把咱们熏死了。就是，鱼油要是能当火油，怎么没见别人用过？你信吗？着了，真着了，还烧这么忙！哥，你半个月前就在准备，你知道海盗会来？占了好码头，迟早有人来抢。不准备的才是傻子。哥，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说的话了。你说海水能烧，我都不带犹豫的。海盗来了！黑帆船3艘，正朝咱们海峡开过来了。就几10个流放犯，连把像样的刀都没有，也敢占补给点？冲进去，男的扔海里喂鱼，货全搬光。今晚喝酒。老大，出礁了，水下有暗礁，船底撞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条航路以前走过，是深水。拿到有难，这边拿过来，哥你快！放箭！赢了，赢了！我们几10个人打跑了3艘海盗船，哥你太神了！你们等着，我大哥来了，你们全得死！完了，50艘，这怎么打？咱们才几10个人，人家上千人啊！上次赢3艘，这回是50艘啊！阿拓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躲山里吧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早知道有今天，当初分了粮，好歹做个饱死鬼，这下全完了。怕什么？上次我们也赢了。50艘又怎么样？哥肯定有办法，对吧，哥？他们船多没用，海峡窄，一次最多进2艘，人多，上岸也展不开。他们想抢我们的岛，那我们就把海峡变成他们的坟场。给我冲！踏平怒海岛！什么沈先生，就是个纸老虎！全进！今天我要把沈拓的脑袋挂船头上！哥，他们全进来了，10几艘全进来了，怎么还不动手？等退潮，退到最低位，他们想跑都跑不了。退潮？怎么刚好这时候退潮？沈腾，你算计我！点火！烧起来了，海水真的在烧！哥，你真神了！上岸！
上岸，找神头算账！跑，往哪儿跑？来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来啊！我纵横海洋10年，劫过官船，杀过千物，连水师都拿我没办法。今天竟栽在你一个流放犯手里，我不服！纵横海洋10年，在我的岛上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你连我的规矩都不懂，也配不服？哥，跟他们说说咱岛上的规矩。上次独眼跑了，引来了刀疤。今天谁再敢动歪心思，路就在那儿，敢走就得扛得住代价。会修船、打铁、造车，有力气的，站出来。哥，不杀，留着他们过年。干活，换命。他们是海盗啊！死人没用，活着才能给我建码头。活着的人比死了的有用的多。俺是黑沙帮的，跟刀疤大当家喝过血酒的，想让俺们听你的没门儿！哥，快压不住了，这帮人横起来，谁都拦不住。动你们？太便宜了，岛上缺人手，正好缺3个挖胶的。听见没？天不亮就去挖岗池扛原木，天黑之前干不完就别想歇。敢偷懒耍滑，后果自己掂量。好好干，管吃住，有手艺，给房给钱。看我，看我！闹事的，终身带料挖胶，自己选。大人，我会建码头，海港干了20年，码头、船坞、仓库都会，求大人收留，给口饭吃就行。以后你就是工头，建好码头，赏你2间房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小老儿这条老命就是大人的了。哥，留着他们真没事，这帮人可是杀过人的。以后码头、船坞、仓库、灯塔，每一样都要人建，用好了是最好的劳力，用不好才是祸害。怎么用，看你怎么管。哥，船，上船！1艘、2艘、10几艘，排着队朝咱们这儿来了。沈先生，这是停港费和淡水钱，您点点。沈先生，我船帆被台风撕了3道口子，价钱随您开。我要修船底、补淡水、买干粮，我带了上好的铁锭。哥，咱们发财了！今天1天的停港费比沈家以前在京城1年赚的都多。这哪是港口，这是金矿！谁能想到，几个月前咱们还是待死的流放犯，现在这岛上比京城还热闹。三叔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觉得自己白活了。这是大官啊！看那铠甲，至少是个将军，不会是来兴师问罪吧？咱们动静这么大，朝廷能不管？一座荒岛，半年不到，此人不简单。你就是沈拓。私建港口罪1，私纳降兵罪2，私收税赋罪3。你胆子不小。哥，这人比王百户高了不止3级。将军这话不对，
港口保商船命，往年沉10几艘，如今1艘不沉。降兵杀海盗建码头，没吃朝廷1粒粮，税银建灯塔，修航道救眼船，何罪之有？哼，巧言练色。黑沙帮为祸10年，官军剿了7、8次都没剿灭，你凭几十个流放犯半年就灭了？我看你跟海盗本就是蛇鼠一窝。海图32章覆盖海洋全记，赃物、印信、兵器全在这里。将军验完了，再问我是不是演戏。沈先生大才，是张某唐突了，刚才的话全收回来。先生以几十人灭黑沙帮，保整条航线平安，不仅无罪，反而有大功于社稷。有件事儿想跟先生商量。先硬后软，这是有事求我。军方的补给问题比我想的还严重。实不相瞒，黑沙到了，还有红沙、白沙，水师船坏了没处修，补给跟不上，每次剿匪还没到贼窝先折30%。我想在你这港口设水师补给点，修船、集水、囤粮都靠你。作为交换，我亲自上奏朝廷，为你沈家全族脱罪，再拨生铁、工具、粮草够用1年。所有官方商船都指定走你这港口补给，你这怒海港就是朝廷认证的官方补给港。不是做梦，全族脱罪，朝廷认证，还有铁有粮，哥，快答应啊！不够，沈先生嫌少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，多少人求一辈子都求不来。我不要临时的赏赐，黄金会花完，官只用说撤就撤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求能留在怒海港，替朝廷守好门户。岛上事杂，事事情旨，恐误海防。还望陛下训臣便笔行事。你要世代执掌此港。此事我做不了主，我即刻回京奏报朝廷，成与不成，全看陛下圣断。陛下，审拓一个流放罪民，建港口，收留海盗，这不是经营，这是目无朝廷。此等狂悖行径，必须即刻整治，以儆效尤。陛下不可！黑沙帮为祸10年，水师剿不灭，沈拓半年平了。如今航线太平，商税翻倍，这叫谋逆。踏平容易，你去守航线。一个流放犯，半年就把一座荒岛经营得有声有色。他还想自己说了算。回陛下，沈拓说，朝廷若肯册封，他便替朝廷守好海洋门户。海盗不来，航线安稳，商税如数上缴。若不肯，他还敢反了不成？此处扼着整条海洋航线的咽喉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一族剿匪有功，护航有劳，说免除沈氏全族流放之罪。沈拓受海洋巡检，赏黄金100两200只。钦此。谢陛下隆恩，我沈家终于翻身了！不是罪民了，我们不是罪民了，列宗在上，我们沈家喜庆了。沈巡检，为何不跪？为何不接旨？哥，快跪下接旨啊！黄金100两，官身，咱们翻身了，快接呀！黄金100两，我不要；海洋巡检，我也不等。麻烦公公回去奏明陛下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别无所求，只求陛下许我誓守怒海。我沈特替陛下守好这门户，世世代代守在这片海上。劳烦公公，白日所说之事，
奏请皇上。沈拓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还要再提？你一个戴罪之身，敢提这种要求，不要命了吗？沈先生，三思啊！黄金100两加巡检官职，已经是天大恩典。世代只管海岛，这是历朝历代没几个先例，太惊世骇俗了。黄金100两，一大家子坐吃山空，能花多久？2年？3年？巡检一职，7品小官，朝廷一纸文书说撤就撤，到时候我们沈家还是罪民之后。但这座岛在，港口就在，港口在，航线就安稳，商船就得来停，水师就得来补给。我要的不是黄金乌纱帽，我要的是沈家在这片海上扎下根，子子孙孙能有一个家。咱家活了半辈子，头一回见我亲自要荒岛的。成，咱家替你把话带给陛下，成与不成全看胜断，你可别后悔。哥，你咋想的呀？黄金100两啊，巡检官身啊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万一陛下生气派水师来打咱们怎么办？他不会，因为他需要有人替他守好这海洋的门，比黄金值钱的东西叫用得上。好个沈拓，居然敢跟朕讲条件，他还想世代据守海岛，他就不怕朕派水师踏平他那座巴掌大的荒岛？陛下，水师去了也未必能赢。怒海岛易守难攻，四面暗礁，航道狭窄，黑沙帮50艘船上千人进去，全军覆没。更何况他愿意替朝廷守灭海盗、保商税。以前每年剿匪钱、沉船赔款、商税流失加起来何止100万，现在一座荒岛换安稳门户，换翻倍商税，陛下划算。他要倒，朕就给他。朕倒要看看他能把那荒岛建成什么样子。建成好了是朕的，建成不好，他也翻不出朕的手掌心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怒海岛更名怒海港，册封沈拓为怒海港主，世代携手南疆。诸条航线皆以怒海港为官方补给点，钦此。哥，我们有家民了，不是流放犯了，我们有岛了，世世代代的岛。爹娘，你们在天上看见了吗？三叔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才活明白，阿拓不是毛头小子，是咱们沈家列祖列征派来的。洋人，我在京城听人说过，他们样貌怪异，习性差，不能让他们上岸，万一带了瘟疫怎么办？港主，外邦之人来路不明，咱们大晋的港口凭什么让他们停？港主，三叔说句实在话，外邦风俗不通，来路不明。港主大人息怒，我们是正经佛朗家商人，只想停靠补给去大晋贸易，愿意付双倍停泊费。哥，双倍，冤大头啊！谁说他们的船比我们差？佛朗利炮射程是弓箭10倍，人家的造船导航本事比我们强，不学还赶人，闭门造车才是找死。可以停靠，但要先检查，所有人不准带武器上岸。淡水、食物、修船，按我的规矩来。不用双倍，跟所有人一样。一定会都清楚。港主大人有规矩，更有气魄。
以后我们远洋船队都来怒海港捕猎。想要守住这片海，光有码头还不够，还要有自己的大船，自己的火炮。没有人能永远靠别人。扩建船道，开制造船厂。港主，咱们真要自己造大船？海港造一艘大浮船要上百工匠3年功夫，那可是大工程。不仅造商船，还要造战船。以后海洋的航线我们自己守，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。船身收窄，船头削尖，既稳又快，速度翻倍。预留炮位，以后装火炮。港主，您不光会修船，还会造船，这图纸比小老子在海港见过的所有船型都强。您脑子里装的是龙王爷的宝典吧？哥，造大船要多少铁钉、桐油、好木头？岛上没有啊。还有火炮，咱们也不会造啊。木头岛上有，铁钉自己炼，桐油跟商船换，火炮跟西洋人做生意换，一样一样来，没有什么做不成的。以前我们连淡水都没有，现在呢？老张，你信不信？我哥说能造就一定能造，他说海水能烧，海水就真的烧了。你等着看吧。沈港主，你这船身比我们水师快船还稳，炮位比我们大战船还多，你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？跟西洋人学的船型，跟老船拓学的手艺，加自己改的设计，不算什么，能跑能打就行。跑，快点跑！下次再让俺看见你们，一炮轰碎你们的破船！现在这片海，我哥说了算。以前是朝廷管海，现在你沈港主管着半片海洋啊。水师都得来你这儿修船补给。陛下，怒海港如今已有大小战船12艘，火炮数十门，掌控了整条航线。海洋商税70%经过沈透之手。过往商人只知有怒海港主，不知有水师提督。才给他倒多久？船也造了，炮也装了，名气也打出去了。这个沈特到底是朕的港主，还是海龙王？陛下，沈拓势大，不可不防。他要钱有钱，要兵有兵，要船有船，战舰12艘，火炮数十，海岛航线尽在掌握。万一他有反心，海洋危矣。陛下，丞相此言差矣。沈港主灭海盗，增商税，守航线，无半分越界，就因能干便定罪。尚书大人是被沈拓收买了吧？他港口堆的金山银山，有没有分你一份？传旨，加封沈拓为定海伯，赐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另外，调他入京受职。陛下圣明，调他进京，扣在京城，他的港口群龙无首，自然就散了。此乃釜底抽薪之计。朕不是要扣他，朕是要看看他敢不敢来。他敢来，证明心中无鬼；他若不敢来，走！
进京，这是鸿门宴，绝对是鸿门宴，哥你不能去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咱们有船有炮，怕他们干什么？港主不能去，朝廷肯定没安好心。上次是钦差，这次说不定就是豆腐手。咱们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港主你要是被扣京城，一切全完了。阿拓，伴君如伴虎，爹见过多少功臣良将，进了京就没出来过。要不，就说你病了，去不了。阿拓，你是沈家主心骨，你走了，港口怎么办？唉，全族怎么办？能不能不去？必须去。我不去，朝廷就有理由发兵，抗旨不遵，就是反贼。到时候战火一起，我们辛辛苦苦建的港口、码头、船坞，全毁了。放心，他们需要我，比我需要他们更多。我会回来的。我走后，港口归你，修船、收税、造船，一切照旧，守好家。等我回来。哥，你放心，我赵彪在，港口就在，谁敢趁你不在来搞事儿，我第一个把他赶下海喂鱼。我在码头等你，你一天不回来，我等一天；一年不回来，我等一年。这一世，我不光要一座岛、一片海，我还要让整个大境都知道怒海审视。京城，我来了。